开始了吗？好，开始了。最近好忙，很久没有机会怎样早上坐在沙发上和王太聊天了。刚刚我们说到一个很好玩的话题，允许我又标题党一下：马来西亚人很穷吗？有些人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很穷的，比如我们的什么大厨。对，我们的大厨啊，主任每次跟我们一起吃员工餐的时候就说，我们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但是我们还能煲点汤怎样。没想到王太讲出来的他小时候的经验比起来，好像是王太更穷。我不能说中国人穷，王太更穷。为什么？我们就以吃汤这个简单的事情来说一下，从这个开始。昨天你没在，昨天我在厨房做工，我们就顺便一块吃员工餐嘛。因为我昨天是我带去的员工餐，我给他们炖了鱿鱼干、猪尾花生汤，还有我做了蒜盘子，就喝着这个猪尾花生了是吧？猪尾花生鱿鱼汤，我们的合伙人妈妈 Auntie 她就在那边说了，她说这个肯定是广东汤。那个大厨就说对，那肯定是因为广东人会在里面放鱿鱼干嘛。大厨妈妈就想起了她的爸爸，她说她的爸爸妈妈家里也不是很有钱，当时他们一个月就是吃2-3次肉，但是他们家但凡煲汤，爸爸是一定会在里面放3层肉。我就听傻眼了，我说你讲 Auntie 她小时候的那个时代。他们就已经放3层肉煲汤，那就是60、70年代能够，你的意思说一个月吃上2次3层肉？对，他说他爸爸因为2-3次，是因为他爸爸2-3次那个时候发工资，他就去买很多肉回来，就大家开始改善伙食了。对，你看那时候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啊，没有东西吃。对，我爸妈跟我描述过的，他们真的是属于什么过年过节才吃得上肉。大厨就在那边说，他们小时候也不是，我说你们天天都吃的。大厨跟我们一样大，所以80后。对，他小时候应该80、90年代了。他小时候能吃上肉吗？是什么？他们家里面，他老是说他们家穷，可是 Auntie 在他们家煲汤的时候，他们家首先用的都是排骨 rib， 猪肋排就是最贵的那一块肉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是吃很便宜的那种猪汤骨，大概15、16块钱1 kg 的。我有一次就买了汤骨到那边去煲，那个 Auntie 看了一眼说：“这个我们不吃的。”我就傻眼，我们喂狗的，8、9块1 kg 的那种肋排烧汤，我就傻眼了，你知道因为我们家里面真的从来没有买过。我也想到，我小时候而且很喜欢喝我妈用的是筒骨，什么小排骨那个巨便宜的，对，其实就是猪颈骨。我知道了，别人肉卖完剔下来，但是那个很便宜，没有肉的。这样对，没有什么肉的，这里面只有一些脂肪骨髓。对，大概这样一根，我记得我小时候90年代、80、90年代3块钱1根。我记得的，因为我跟我妈一起去菜市场的，她买回来炖汤，我就觉得这个汤好鲜、好亮、好好喝。我还喜欢把里面的脂肪，现在想起来全部吸掉，用筷子把它给像下水道一样，从筷子把它全部掏出来喝。这个我也喝不上，反正我那个时候买了10几块钱1 kg 的汤骨还是什么猪颈骨，真的烧出来汤，他们真的是一点都不吃肉，只有我在那里吃肉。我觉得自己哇塞，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。这也就算了，然后呢，昨天聊到喝汤，他们就问起我。终于可以讲了，这个刚才让我笑翻了，我临时起意，我一定要拍给大家来看一看，来看我们讲的什么马来西亚人穷还是中国人穷，绝对是不一样角度的，不列举什么数据，不讲一些什么大道理。好，来接着讲那个好笑的。对，他们就问我说，你们在上海喝的是什么汤？我说。我们确实每一餐都有汤，那基本上是标配。我爸会一点葱花，一点麻油，倒点酱油，再撒点盐，用开水冲一个酱油汤。这么复杂啊！酱油汤，他们2个就盯着我看，就傻眼了。我说这是入门版。我说，爸爸心情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冲一个紫菜虾皮汤。我说我们家是冲的汤，我们不会去烧。你要不介绍一下紫菜虾皮汤？一小把虾皮，再是撕一点点紫菜，那种干的紫菜，倒一点点芝麻香油，放一点盐味精，用开水冲进去，就是一碗汤了。简单。你爸那时候就开始做快手菜了呀，应该是特聘的。你爸应该做我们特聘的欧卡厨师。你回答我，你们家小时候喝？我们家好像到了你们家，确实我感觉紫菜汤喝的比较多。我们家是什么？我们家入门版叫青龙过江，是什么东西？就更加简化，飘几根葱花，放一点盐，开始冲一冲。对，放一点点油，这是最简单的青龙过江。其实也是大量食堂我小学那个的标配。我们家再复杂一点，就是蛋花汤。对，我说我们家属于比较高级的番茄蛋花汤，对，榨菜蛋花汤，或者紫菜蛋花汤，这个是属于爸爸妈妈已经是很开恩了。对，
真的是一天到晚就吃这种汤。后来到有一阵子，我爸属于好像发了，大概我觉得大概发了。我们家到了夏天开始喝火腿冬瓜汤，但是我爸有严格要求，就是火腿片切得很薄，大概是2毫米，就是1碗冬瓜汤里面只能放3片。我爸说多放了是浪费，3片纸薄一样的这样的这个火腿，烧一个冬瓜火腿汤。我最喜欢的是我妈可能1年只会做1、2次的，我想起来罗宋汤。尤其是这种上海的罗宋汤啊，就改造了这种西式的。我们家从来不会啊，放蛮多料的，尤其是这里面的红肠，那要到那种熟食店买回来这么一节，看着它切，煮完以后，现在还想到这个事情，就它本来是一个平面是直的，煮完以后，因为外面裹着一层肠衣是没有变，所以肉会有一点这种凹凸的，咬在舌头里那种弹性和肉的香味，真的。对，那我就说完我喝的这些汤，他们是属于不敢相信了是吧？目瞪口呆对着我，感觉他们如果戴眼镜，眼睛都会掉下来的那种。说这么惨的。对，我的合伙人 Grace 在那边说，你怎么说你们家说这么穷？我不敢相信哎。他说你经常骗他是吧？没有，我说我家真的这么穷。我爸爸到现在，我煮菜做肉丝放了之后，他都会骂。我们家真的是数着放肉丝。我记得我们家里面是难得，大概半年1年会吃1次牛肉汤。我爸就是1斤牛肉要烧2、3升的这个汤，每一次你这2、3升的汤，你还要再兑很多水，加几片牛肉再炖很久，那个牛肉是没有牛肉汤味的。就真的我们家是非常在吃上面是很节俭的。这个牛味要靠自己想象出来。你看到了牛肉片了吗？我妈就火很大，我妈说你干嘛这个样子？这1斤牛肉加这么多水，每次再烧出来牛肉汤还要吃1个礼拜，每次还要再加很多水进去。我妈说我们喝的不是牛肉汤，喝的是白开水。我爸就会很生气，他们俩就会吵，说你这是不会过日子。我们家为了多放肉丝，多放点肉，就这个事情，我爸妈一直吵。对，吃上面啊真的是很节俭，但你们家我觉得已经是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国宴级别的。什么？因为到你们家是要他爸的想法说来坐下来，大家先吃菜，一个菜大家吃好，喝一点饮料，最后来一碗饭，把剩菜哗风卷残云全部吃掉。我们家更简单了，坐在一个这么矮的小的方桌上，对，这个我也不习惯。我爸的菜也就没几个，大家就很快30分钟内绝对就把东西吃完了，也没有像你们家还要吃饭的时候谈一谈聊一聊 lunch meeting 什么说吃饭吃绝对是胃消化不良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我等待他们批评我，批评我自己没做好。你们家是不说话，我知道吃的特别快，而且你们家的菜我有印象是好像油水特别少。油水少，量比较少。我从我小时候开始像我吃肉大概1个礼拜肯定吃不到1顿的。像我现在我父母他们也吃的很简单，他们如果2个人自己在家吃，就没有几样东西，很快就吃完就好了。被你说完小时候，我觉得现在大家条件都蛮好了嘛。我觉得现在他们吃的也很奢侈，虽然他们总是嘲笑我，因为我是吃有机，但是有一些地方我是真的不舍得。我举个例子啊，NT 他们自己员工餐里面吃的江鱼仔是50几马币1kg的。江鱼仔啊，50几 kg，你说我给我们家吃，肯定有观众说你这个不好的啦，他们肯定什么银鱼。但是我自己平时就买20块出口1kg的。你这个大概是拿来喂猫的，我估计。我说我们自己吃的好吗？我说大家吃。我就真的就生吃了一下我自己的江鱼仔，跟他们买的江鱼不一样，真的好鲜，而且是没有任何这种杂质的，清理的特别干净的。真的，就NT什么东西都要美美的，什么虾米都是我们上海的那个标准，我们上海就是那种米干，我们叫开阳，金钩开阳，可能是要人民币130块钱，就是马币大概8、90块钱500克的那种，特别好的金钩海米，它就是这样平时用来炒菜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发现什么？平时跟大厨他们沟通，他们觉得。你看我们小时候很穷，他不经常这样讲吗？对，这个跟大家补充啊，真的是像我们新年去大厨家里，他就说，等一下，他就说我们家是一个叫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，意思就是鸟看了以后就会飞走。经常想小地方，房子很小很穷，但是一聊起来，就是又发现说，你们是过这样的生活啊？对，那我举个例子，我觉得最大的差异，到他们家去吃早餐，他们说从小都是吃面包的，我惊呆了。还要涂抹那个叫什么沙丁鱼。对的，这种东西我们都吃不上的。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爸妈1个礼拜才会给我买1次面包，是一根什么红肠面包，大概人民币1块5，1个礼拜才能吃1次。家里面早上他们是吃泡饭，前一天的剩饭用开水泡一泡，吃点什么咸鸭蛋、皮蛋之类的。他们觉得要我长营养，万年不变的，永远给我吃牛奶泡饼干，那个饼干真是太难吃了，但是他们觉得很有营养。我们家吃泡饭。剩饭早上用热水泡一下嘛，对，就是拿一点酱菜而已，就这样。
我妈大概是到我高中的时候认识到这个是错误的，所以我开始早餐吃的特别好。但是在这之前真的是很少吃到面包。但他们说早上为了省钱吃白面包嘛，我已经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异了。第二个差异就是喝炼乳。他们说他们喝不起牛奶，所以他们就喝炼乳。我们正好相反，牛奶也喝不起，炼乳是过年过节，我记印象好深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妈妈才会买一小罐炼乳，大家是过年大餐的时候蘸什么刀切馒头给你蘸一点炼乳，因为炼乳很贵。我们牛奶小时候不是会去奶站去提嘛，提个几瓶回来吗？全家我妈妈，我们全家只有给我一个人订了1瓶牛奶。我们也是，因为以前都是按月说你是订几瓶，如果你这个月订1瓶，那就每天去拿2瓶，就拿那个竹编的篮子，上面是个铁丝熬成的一个饼，到附近的一个奶站去拿回来这样的一小瓶玻璃瓶的牛奶。对，我爸我妈说，我说那你们也喝，他们说太贵了，就给你喝。我感觉从小喝这瓶牛奶很有罪恶感，因为全家省出来勒紧裤腰带给我喝，一天喝1瓶，真的。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我来说一个麦当劳、肯德基，因为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报道说哪家麦当劳是在大马几10年了，我具体数据我忘了，对，我们有朋友讲过的。我就想到肯德基是最早进入中国的，那个是在我们小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啊？10几岁。没有，应该更早。我印象很深，我应该是在9岁的时候第一次吃到肯德基，那时候是开在外滩最好的东风饭店。92年，我就有一天吃完饭，我爸我妈心情特别好，说来我带你们去散步，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坐了2部公交车到了外滩的东风饭店。我爸我妈说来今天请你吃肯德基，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肯德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意外的啊？就是肯德基，我想是人家啃过的鸡，就啃好的鸡。我爸我妈他们很有意思，我们3个人去吃，他们就买了一份套餐，我印象好深，是17.9块人民币。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可能1个月工资就200-300块钱，端上来之后是1块鸡、1个土豆泥、1个 coleslaw 就是卷心菜色拉、1个小面包。肯德基毕竟几10年没怎么涨过价，所以你可以想，过去30年前那个该有多贵。对，他们2个就坐在我前面，端上来你吃吧，我们不饿。那时候你爸妈工资是多少？比我妈妈高多200-300块钱，肯定要高一点，因为我记得我妈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是300块钱人民币，现在就100多马币，你可以想想看，200不到。1个月那个是30年前。我们家不能以收入来衡量，因为我妈在我8、9岁的时候做一个头发几百块，买的一个包就是几千块的那种，所以你不能以他们给我吃的东西来衡量。所以他们那种，我当时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么有钱，17.8块的套餐，他们2个人非常眼巴巴的，又很想吃那个样子，坐在我前面说来，我们不饿你吃。那我想这肯定是考验我有没有孝心的时候嘛，因为我爸经常搞这种。你小时候就有这种想法？不是，我爸妈，我要是稍微表现出非常想有自己的独占欲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要骂我的，所以我这肯定是对我一次考验。我就跟他说不，我们一起吃。我爸妈说我们一定吃过了，你吃。那我就这样推脱了一番，他们还是不肯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，就这样。当时真的是勉为其难，因为我知道我吃下去肯定要被他们骂的，就是这么咬了一口之后，我就立刻打下了跟他们分享念头。我印象太深了，实在太好吃了。那是我第一次，应该是9岁的时候在东风饭店。那个时候应该没有，我不记得具体是几年了，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因为身边的同学大家都去吃肯德基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概念，就看谁能够提前好像赶上这个风潮。我们是在虹口公园那里有一家肯德基，后面了，新开的，那可能也是90年代了，应该要在后面，对，后面几年我就提出来说我想去吃肯德基。我爸妈有没有我姐姐我忘了，我们几个人反正一起过去的。但是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？是他们是没有进去，或者是至少是没有吃，到头来买一份给我一个人吃的。对，我就没有你这么懂事，我就一个人把它吃了。我是被逼的懂事，你不表现的懂事，他要骂你打你的。行，那这个我爸妈倒是不会。对，所以麦当劳我更晚，麦当劳我大概是上了初中才吃到的。那个东西我爸我妈他们给你吃了，你知道好吃之后，但是他为了控制你不吃，他就会告诉你这是垃圾食物。所以从小你对这个东西你知道好吃，但是你又噤若寒蝉，你不敢吃，吃了又要被他们骂。到了初中的时候，我的妹妹好像我的个表妹，他们有一天去闸北公园，那个时候我印象好深，在那边吃了第一次麦当劳。那时候吃到了麦香鱼和薯条，我觉得好好吃哦，可是也吃不起，没有钱，真没有钱。所以就说一方面大家经济发展的早晚、发展的程度、速度都不一样，还有可以听出来，我们认识的马来西亚人，我就说大厨一家和我们普通的在中国的家庭，大家花钱的偏好也不一样，在吃上面非常节俭。对啊，继续说回肯德基麦当劳，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朋友，那个时候他是比我们大概12、13岁这个样子。他说他们小时候上读中，他们好像是在尊孔，在吉隆坡市中心，一下课就是到肯德基里面去吹空调做作业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年代，他说是
90年代初，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吹冷气，每天都能够去喝汽水、吃汉堡。我们哪有这种日子？我们要将近2000年了，对，还差了10几年，大概就会差这么多。其实我的早期肯定是差的更多了，肯定差个20-30年的发展，应该是要有了。是啊，这是大家的生活方式，就是 lifestyle 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是的，你看我爸我妈这么有钱的人，我妈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她是、我们看看有钱家庭是怎么过的。对，我妈喝酱油汤。对，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的消费是非常奢侈，但是在吃的方面会这么节俭。那同比那个时候，我妈妈她的衣服全部都是找裁缝定做，还不是一般的裁缝。南京西路上面的鸿祥，就是从民国就开始的那种百年老店，我妈的大衣都是鸿祥定做的。到后面我妈以前换下来的这种职业套装，我自己上班都穿了好几年，能够穿10几年都不变形的贴身的那种 tailor。其实是为了你。对，但是你看他们吃上面是如此节俭，真的就不在乎吃。他可能觉得穿得好或者头发很有面子，用得好，对，是为了工作上的一种场面，是吧？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必须的，所以才会去花这个钱。对，但是又很奇怪，他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每天把我弄得很难看，还是不允许我穿校服以外的衣服，逼着我说这个叫勤俭节约，你知道吗？不让我留头发，把我头发剪得很难看，说你不要打扮，你要好好读书，这是什么心态？我真不懂，但是我也不愿意去懂了。可以了，都过去了。对，所以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点。每家人对钱的价值观不一样，有些人觉得我让自己吃得舒服、开心、取悦自己就 OK， 有些人觉得说我要节省，有钱也不能花，但是没必要的地方，像为了面子工作场合还觉得可以花，这个也很有趣的。花钱的价值观不一样，用现在说话是心理属性，有些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很重要，比如说买 OK 的鸡腿，吃得很健康，买三文鱼笑。对，但怎么说？我现在如果回想童年，我觉得不至于要这样子去苛刻。有的时候在家里面，我一直扫地，为什么扫地？很希望家里能够捡到一些钢镚，就可以出去买点零食吃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刻意制造这样的这种饥饿感。真的，我爸我妈他们会很残忍的。每年过年过节，人家送好多东西过来，他们会当着我的面放到饼干箱的最下面，跟我说你是不能吃的。这我们要送人的，绝对不允许你吃，把它盖得很紧，上面再用玻璃胶带把它去封好，就是坏了他们也不给我吃，我真的不明白。所以我觉得我做菜可能也是想自己改善生活，但是这种刻意制造的饥饿感真的没有必要。我真的很羡慕大厨他们妈妈是这么有爱的，把钱花在吃上面，真的。对，而且对吃是非常的讲究的，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真的是 literally 是被滋养的，因为你吃的好的东西，发展出来的一个精神状态，一个人的价值观都是比较正常的。我们家没有你爸妈做的这么过分，但是可以听得出来是什么。你讲的这种刻意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精心的、理性的思考。他确实会觉得小孩可以打压一下，你的消费是可以克制一下，好像没有把更多的重心和关爱放到说你的个人的情绪、个人的感受啊，什么吃点东西对自己好一点，把个人放到一个很突出，把孩子的个体放到一个平等的、一样的和自己一样去看待，这个上面好像就差点意思。反正我觉得这是挺不应该的，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自己把自己买喜欢吃的东西，比如我爸很喜欢吃白斩鸡，趁我睡觉的时候他自己买回来，两个人在那里吃，真的。那我们现在不也是趁威尔斯睡着了去买那个牛蛙吃吗？不懂，我本来也不是这样说，但是就不能这样，做人做父母不能这么说。每一家是不太一样的。你看我爸妈为了我付出就蛮多的，尤其是我的母亲，她真的是我只要能够让我享受的好一点，吃的好一点，念更好的书，拿到更好的东西，他们自己还是很付出的。每一家的选择又会有点不一样。我想讲的既有整个时代洪流、大环境、大趋势的影响，也有每一家不同的选择了。反正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就自己做给自己吃，对自己好，对不对？我可对我自己好。现在有好多新产品，你也会硬广啦。我跟他说，还有很多新产品在 pipeline， 你不让我上，气死我了。我就要让大家很急了，以后来找王太自己买，对吧？我不接茬。OK， 那希望不论物质上富裕也好，不富裕也好，每个人的精神、人格，每个人的心理世界是很富有的啊！你有这个心态，觉得我今天很爱我自己啊，哪怕我不是吃得很好，也可以让自己一天过得美美的，很开心，
这才比较重要。所以不要对不对再说什么大马人穷了。我觉得从实物上来说，我们两个做，可能是我们是个例，我们就是只是代表普通的上海的工薪阶层的这个底层家庭。抹黑上海，哦，doesn't matter，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我们很羡慕人家的童年。行，我觉得那我们也可以给到小孩这样的童年吗？可以，他现在吃的多好呀！天天带他出去，他只要一句说：“老爸，我想吃什么？”好，走。我经常跟王太说，吃是吃不穷的，如果吃都能吃穷了，说明我们家出问题了。我们要努力给他吃了。好，那么就跟大家闲聊，也带来很多的回忆杀，稍微有一些临时起意。这个美妙的周末的早上，还不是周末，拜四的早上。送货了，不要聊了，送货了。好，都说了，结束了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一单，因为我们有个客人下了好多，我还是要超大单William Move 自己对给大家去搜一下。OK，谢谢谢谢大家，拜拜。